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這句話很多人都會背，可真正經歷過人生低谷的人才知道，最可怕的不是風雲突變，而是你明明什麼都沒做錯，人生卻突然開始往下掉。你做了10年生意，店突然沒人來了；你幹了20年的工作，公司突然告訴你這個崗位不需要了；你辛辛苦苦經營了一段關係，以為他會陪你走很遠，對方卻突然告訴你我們還是算了。最讓人難受的是，你回頭看了一遍，沒有偷懶，沒有犯什麼大錯，也沒有做出什麼離譜的選擇。可為什麼別人還在往上走，你卻突然開始往下掉？你以前做什麼都順，同樣的努力，同樣的能力，甚至還是同一個你，為什麼換了一個時代，換了一個環境，結果卻完全不一樣了？於是，一個很多人不願意面對的問題出現了：人這一生到底是靠自己還是靠命？如果命運真的會突然改變一個人的處境，那麼努力到底還有沒有意義？1000年前的北宋，有一個真實經歷過貧困，後來3度拜相的人，他叫呂蒙正。史書記載，他少年時期家境貧寒，後來高中進士，最終位至宰相。至於今天流傳的《寒窯賦》，作者歸屬一直存在爭議，不能確定就是呂蒙正親筆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重新讀它，因為真正值得我們討論的不只是它是誰寫的，而是它為什麼能流傳這麼久，又為什麼說中了這麼多普通人的人生。所以今天重新讀《寒窯賦》，不是为了讓你認命，而是想弄明白一個更現實的問題：當你的能力沒有變，努力也沒有停，可環境突然變了，你到底應該繼續堅持，主動改變，還是暫時退一步？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現在正處在人生的低谷，你到底应該做什麼，才能讓自己等到下一次機會？《寒窯賦》裡有一句很扎心的話：人有衝天之志，非運不能自通。什麼意思？一個人可以有衝天的志向，可以有能力，可以肯吃苦，可以比別人更努力，可如果时運沒有到，你就是很難把自己的能力真正變成結果。這句話放到今天，可能就是這樣一個場景：晚上11點半，縣城商業街的最後一盞燈已經關了，你站在自己那家服裝店門口，把捲簾門一點一點拉下來。10年前你每天關門的時候，最煩惱的是今天賺了多少錢，現在你每天關門的時候，最煩惱的是今天為什麼一個像樣的客人都沒有。你坐進車裡沒有馬上發動，手機上還有幾個未讀消息，房東發來的，下個月租金還是按原來的時間交；供應商发來的，哥，上個月那批貨什麼時候結一下；銀行发來的，您的信用卡賬單已出。你盯着這些消息看了半天，最後一個都沒有回復，因為你心裡真正想的根本不是這些，你想的是另外一句話：我怎麼可能不行？你做這個生意10幾年，最難搞的供應商你談下來過，最挑剔的客戶你哄好過，別人不會選貨你知道怎麼選，別人不會做生意你知道怎麼做，整條街上的同行誰遇到問題都會來問你。可現在呢？以前一天能賣10幾件衣服，現在一天賣不出去1件。你不願意相信是自己不行，於是你開始找答案。先是朋友跟你說現在奶茶生意不錯，你研究奶茶。過幾天又有人跟你說餐飲才是剛需，你開始研究餐飲。刷短視頻的時候又看到有人說現在做直播帶貨，普通人也能翻身，你開始研究直播。晚上躺在床上又刷到一個創業項目，輕資產低投入，3個月回本，你一下做了起來，第2天就跑去諮詢。你開始到處找項目，加盟、直播、電商、短視頻、培訓，甚至連自己以前根本看不上的生意也開始認真研究。妻子問你，你到底想做什麼？你說，我總不能一直這樣下去吧。這句話聽起來像是在說事業，其實不是。你真正無法接受的是另外一件事，你曾經是一個成功的人，你有店，有收入，
有別人羨慕的生活，逢年過節，親戚見了你都會說還是你有本事。可現在你每天待在家裡，父母不太敢問你的生意，朋友叫你出去吃飯，你開始找借口。孩子問你，爸爸你怎麼最近總在家？你嘴上說爸爸在研究新的項目，可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不是在研究項目，你是在拼命證明自己還沒有輸。於是你最後做了一個看起來很勇敢，實際上風險極高的決定。你把這些年剩下的錢拿了出來，又借了一筆錢。現金流沒有真正算清，市場也沒有研究透，甚至沒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是不適合這個行業。你只是覺得先幹起來再說，因為只要自己還在往前衝，就不用停下來面對那个真正讓人難受的問題。如果方向真的已經變了，我是不是也應該承認自己需要換一種走法？半年以後，項目失敗，錢沒了，債務留下來了。那天晚上你一個人坐在車裡，車已經停在樓下，可你遲遲沒有下車。樓上的燈亮着，你知道妻子和孩子都在等你，你卻第一次不敢回家。不是因為你虧了多少錢，而是因為你終於承認了一件自己最不願意承認的事情。你不是因為看見了機會才拼命往前衝，你是因為無法接受自己暫時沒有機會。這時候你才真正聽懂韓堯賦那句話，人有衝天之志，非運不能自通。它只是提醒你，人的能力和人生的結果中間從來隔着一樣東西，時運。你再有能力，也可能暫時沒有舞台；你再努力，也可能暫時沒有結果；你再不甘心，也不能靠不停下注，把已經改變的環境重新變回來。真正危險的，從來不是失敗，而是你明明已經失敗了，卻因為不肯承認，開始用更大的代價證明自己沒有失敗。這也是很多成年人最容易掉進去的坑。輸了一局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為了證明這一局沒輸，把下一局的籌碼也壓進去。所以人在低谷時，最需要的不是馬上翻身，而是先問自己一句：我現在是在尋找出路，還是在證明自己沒有輸？前者需要冷靜，後者往往只需要一股不甘。真正的破局，不是急着證明自己過去沒有錯，而是敢於承認環境已經變了，然後重新選擇下一步。這其實是人生低谷裡的第一種困境。你真正想解決的已經不是問題，而是證明自己沒有輸。而韓堯賦真正要說的，恰恰不是你輸了，而是人在失時之時，最容易把一時的處境誤認為自己一生的命運。但這還不是最危險的一步。如果一個人已經停下來，也承認自己暫時輸了，為什麼有些人依然翻不了身？難道真的只是因為運氣不好？還是說我們以為自己輸給了命，其實只是輸錯了地方？可還有一種困境更加隱蔽，你明明沒有停止努力，甚至比以前更加努力，卻發現自己依然跑不過別人。韓堯賦用一句極其殘酷的話解釋了這種落差：蜈蚣百足，行不及蛇；雄雞兩翼，飛不過鴨。韓堯賦裡還有一句很多人聽過，卻很少真正想明白的話：蜈蚣百足，行不及蛇；雄雞兩翼，飛不過鴨。蜈蚣有100隻腳，按道理它應該比蛇跑得快。公雞明明長着翅膀，可它拼命撲騰也飛不過一隻烏鴉。這到底是為什麼？難道蜈蚣不夠努力？難道公雞不夠努力？當然不是。問題在於你擁有的優勢未必是這個時代正在獎勵的東西。再回到那個服裝店老闆身上，10年前他靠什麼賺錢？會選款，會搭配，知道什麼顏色好賣，知道什麼年齡的顧客喜歡什麼衣服，甚至一個老客戶一進門，他就知道對方大概想買什麼。這些都是他10幾年熬出來的真本事。可10年以後，規則變了。一個年輕女孩躺在床上刷手機，她不認識你，也不知道你開了多少年店。她看到的只是一件39.9塊包郵、7天無理由退貨的衣服。手指點2下，
第二天就送到家。這時候你會發現，你沒有突然變差，你過去積累的能力也沒有消失，只是消費者已經開始按照另一套規則選擇你。這就是最殘酷的地方。你沒有變差，但衡量你的標準變了。過去實體店老闆比的是誰眼光準，誰服務好，誰人脈廣，誰能留住老客戶。後來競爭開始變成誰流量大，誰價格低，誰供應鏈快，誰能更快觸達消費者。再後來，平台開始告訴消費者你不用逛街了，算法直接把你可能喜歡的東西送到你面前。所以你坐在店裡看着一天只有幾個客人，不要再問為什麼我這麼努力還是幹不過別人，你應該先問別人到底在用什麼規則跟我競爭。你甚至還會看到，有人被新的流量規則拋棄，有人被 AI 替代了信息差的價值，蜈蚣百足，形不及蛇，雄雞兩翼，飛不過鴨。蜈蚣不是沒有腿，公雞也不是沒有翅膀。可數量不等於優勢，努力也不等於結果。你擁有100種能力，如果這些能力恰好不是這個時代需要的，你依然可能跑不過別人。你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真正害怕的不是競爭，而是有一天你回頭看自己過去10年的努力，突然發現他們曾經讓你成功，可現在卻正在變成你最難放下的東西。所以，蜈蚣不是輸給了蛇的速度，公雞也不是輸給了烏鴉的翅膀，他們真正輸掉的是自己原本擅長的東西，恰好不再是當下最需要的東西。這就是寒窑父真正狠的地方。有時候你不是沒有能力，而是你的能力暫時沒有被這個時代看見。這就是很多中年人最難跨過去的一道坎。因為年輕的時候你可以重新開始，20歲學不會可以換，30歲做錯了可以重來。可到了40歲、50歲，你已經在一條路上走了20年。你投入了時間，投入了金錢，投入了人脈，更投入了自己的身份，你很難接受一句話：過去的成功經驗可能已經不適用了。於是很多人不是輸在能力不夠，而是輸在捨不得放下過去那個成功的自己。服裝老闆捨不得放下實體店，傳統銷售捨不得放下熟人關係，老員工捨不得放下過去的工作方法，做生意的人捨不得放下過去最賺錢的項目。他們一直在想，我以前就是這麼做的，為什麼現在不行了？可時代從來不會因為你過去成功過，就保證你下一次還會成功。你過去最擅長的東西，可能只是過去那個時代的答案。你以為自己輸給了別人，後來才發現，你可能只是還停留在過去的答案裡。所以，真正聰明的人面對失敗時，不會第一時間問我是不是不夠努力，而會問現在這個世界到底在獎勵什麼。如果答案變了，你的方法就要變，你的能力結構要變，甚至你的身份都可能要變。努力沒有錯，錯的是拿昨天的努力去解決今天的問題。但這裡還有一個更容易被忽略的反轉，當你終於承認自己需要改變以後，也別以為改變了就一定馬上有結果。因為寒窑父真正殘酷的地方，從來不是告訴你努力沒用，而是告訴你有能力只是第一步，有沒有讓能力兌現的時機是另一回事。可真正麻煩的地方還在後面。如果你已經發現方向錯了，也願意承認時代變了，你甚至已經換了方向，重新開始努力，為什麼還是有人等不到結果？有些人換了行業還是失敗，換了工作還是不順，學了新技能還是沒有機會。甚至同樣的能力，同樣的努力，有人3個月就起來了，有人3年還在原地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難道寒窑父最後真的要告訴我們，一個人的人生除了能力和努力還要看命？而下一句恰恰会把這個問題繼續往下推。馬有千里之程，無其不能自往，千里馬有千里之能，可沒有人駕馭它，它連千里都走不了。這一次我們要談的就不再是你有沒有能力，而是你的能力到底有沒有機會被看見。這是第二種困境，你不是沒有能力，而是暫時沒有讓能力兌現的舞台。
寒窯賦裡還有一句話：馬有千里之程，無騎不能自往。一匹千里馬可以日行千里，可如果沒有騎手，它再快也只能困在原地。你以前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產品總監，帶過10幾個實習生。那時候你開會有人等你，方案有人聽你，下面的人見到你都會叫一聲王哥。後來行業開始下滑，公司裁員，你也離開了。剛開始你一點都不慌，你覺得憑自己的經驗找一份工作還不容易。可3個月過去，沒有消息；半年過去，還是沒有合適的機會。你投出去的簡歷越來越多，回復卻越來越少。後來你開啟了網約車，你告訴自己這只是過渡，等找到合適的工作就回去。一天晚上，你接到一個單，後排坐上了一個年輕人，車門剛關，他突然從後視鏡裡看了你一眼：王哥，是你嗎？你愣了一下，也認出了他，是小周。幾年前，他還是你手下的實習生。那時候他拿着方案站在你辦公室門口，一口一個王哥，遇到問題就來找你。你笑了一下：是你呀，現在在哪高就？他說：還在咱們那行，剛升了主管。車裡安靜了幾秒，他又小心翼翼地問了一句：王哥，你這是？你握着方向盤，笑着說：嗨，體驗生活，順便賺點零花錢。他說：哦，後面的20分鐘你們沒再聊多少。你把空調開得很足，車開得很穩。到了地方，他下車的時候，除了車費，又多賺了50塊錢。王哥，加油！車門關上。你低頭看了一眼手機裡的那50塊錢，手放在方向盤上，很久沒有發動車。那一刻你突然明白，寒窯賦為什麼說馬有千里之程，無騎不能自往。你不是沒有能力，你只是暫時沒有那個能夠讓你奔跑的舞台。你的經驗還在，判斷力還在，過去做過的那些事情也沒有消失，可那個曾經讓你發揮能力的平台卻突然沒有了。甚至有一天，你会发现，曾經跟在你身後的人已經走到了你的前面。最讓人難受的不是他超過了你，而是你知道自己並沒有突然變差，只是時代換了，位置換了，牌桌也換了。人的能力不會憑空消失，可讓能力兌現的時代，平台和位置卻可能突然消失。所以，有時候你暫時沒有結果，並不意味着你沒有價值。你暫時沒有舞台，也不意味着你沒有能力。千里馬最可怕的不是跑得慢，而是一直没有遇到那個真正願意讓他奔跑的人。可真正讓人後悔的，往往不是沒有機會，而是機會來了以後判斷錯了。如果一個人有能力，卻一直沒有遇到屬於自己的機會，他到底應該怎麼辦？難道就這樣一直等下去嗎？寒窯賦裡還有一句話，很多人年輕的時候讀不懂，真正經歷過人生低谷以後，才會突然明白它有多扎心。蛟龍未遇，潛水於魚鱉之間；君子失時，拱手於小人之下。蛟龍沒有遇到風雲的時候，只能潛在水裡和魚鱉混在一起。一個真正有能力的人，如果沒有遇到屬於自己的時機，也可能不得不暫時處在自己並不服氣的人下面。你30多歲的時候，自己開過公司，當過老闆，手下也帶過幾十個人，最難搞的客戶你談下來過，最複雜的項目你也扛下来過。可後來行業變了，公司撐不住了，你把辦公室的鑰匙交出去，最後不得不重新找工作。你進了一家公司，面試你的老闆比你年輕10歲，公司的規模還沒有你以前的一半。入職第一天，他把一份方案扔到你面前，說這個方法已經過時了，我們現在不這麼做。你低頭看着那份方案，心裡其實很清楚，他說的未必全对。你以前做這個行業的時候，他可能還在學校裡。那一瞬間，你特別想告訴他，你知道我以前做過什麼嗎？你甚至已經想好了幾句話，準備證明自己的能力。可最後，你什麼都沒說，只是點了點頭，好，我重新做。下班以後，你一個人走出公司，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，你突然覺得特別難受。
以前別人叫你老闆，現在別人叫你名字。以前你一句話可以決定幾十個人的去留，現在你要等別人給你安排工作。以前你看不起那些給別人打工的人，現在你自己成了其中一個。真正讓你難受的，甚至不是工資少了，也不是職位低了，而是你第一次發現，一個人曾經擁有的東西，並不會因為你過去很努力，就永遠屬於你。你有能力，不代表任何時候都有舞台；你有經驗，也不代表任何時候都有人願意聽；你曾經贏過，也不代表下一局還會讓你坐在牌桌的中央。可就在你最想爭一口氣的時候，你突然想起了韩尧赋的那句話：君子失时，拱手於小人之下。有時候，一個人真正需要守住的，不是當下這點面子，而是未來重新選擇的資格。你可以暫時當一個普通員工，可以暫時聽一個比你年輕的人安排，可以暫時接受別人對你的否定，甚至可以暫時承認自己現在確實不如別人。因為這些東西失去了，還可以重新拿回來。可如果你為了爭一口氣，衝動辭職，借錢創業，賭上一切，只為了證明我不能輸，那你失去的就不只是面子，而是時間、現金流和重新選擇的機会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什麼時候都昂着頭，而是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把頭低下來。低頭不是認輸，低頭是告訴自己，現在不是我的季節，我先把自己留下来。可問題也来了，如果低頭可以換來時間，那麼一個人究竟應該低頭多久？如果忍耐真的能夠等來機會，那麼什麼樣的忍耐值得堅持？什麼樣的忍耐又是在慢慢毀掉自己？下一段，韓堯赋會把這個問題推得更狠。低頭可以，但有沒有一條不能越過的線？韓堯賦裡還有一句話：君子失時，拱手於小人之下。因為人一旦進入低谷，最容易犯的錯誤不是失敗，而是為了保住眼前的一點東西，開始一次又一次地降低自己的底線。你見過這樣一個人嗎？40多歲，在一家公司幹了10幾年，好不容易熬到中層。後來行業不景氣，公司開始裁員，他是少數幾個留下來的人。第一天，領導讓他簽一份明顯不公平的績效結果，他看了一遍，心裡很清楚，這個結果有問題。可他想到房貸、孩子的學費，還有家裡2個老人，最後還是拿起筆簽了。他安慰自己，算了，現在這種時候能保住工作就行。第二次，領導把本來不屬於他的責任推到他頭上，當着所有人的面說，這個事情你自己想辦法解決。他心裡很憋屈，甚至想當場反駁，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。3回以後，同事拍了拍他的肩，忍忍吧，現在工作不好找。他點點頭，又忍了。第3次，公司為了讓一份報表看起來更漂亮，讓他把幾個數據重新調整一下。領導走過來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大家都是這麼做的，別那麼認真。他盯着電腦屏幕看了很久，最後還是改了。那天晚上回到家，他把電腦放在桌上，妻子問他今天怎麼了，他說沒什麼，有點累，然後一個人坐在客廳裡，很久沒有說話。半年以後，公司又開始裁員。那個时候，他突然發現自己已經不敢走了。不是因為這家公司有多好，而是因為他已經40多歲，原來的技能幾年沒有更新，積蓄也不多，外面的工作更不容易找。他第一次意識到，自己當初每一次低頭，都覺得只是暫時忍一下。第一次忍是為了保住工作，第2次忍是為了保住收入，第3次忍是為了保住家庭。可忍到最後，他保住的只是眼前這份工作，卻一點一點失去了離開的能力。這才是低谷裡真正危險的事情，不是別人壓低了你的頭，而是你為了保住眼前的位置，慢慢失去了重新選擇的能力。韓堯赋說君子失時，拱手於小人之下，他真正提醒你的是要分清楚什麼叫蟄伏，什麼叫屈服。你可以暫時接受收入下降，可以暫時做一份不那麼體面的工作，可以暫時聽一個比你年輕的人安排，可以暫時承受別人不理解你。可如果為了保住眼前的位置，
你把身體耗光了，把積蓄耗光了，把能力耗光了，甚至為了飯碗一次次突破自己的底線，那麼你就不是在等待機會，而是在慢慢失去重新選擇的資格。真正的蟄伏不是什麼都忍，而是忍得住眼前的委屈，同時守得住未來的自己。可以暫時委屈自己，但不能為了眼前的安穩，長期放棄自己的底線。可以暫時低頭，但不能把未來重新選擇的能力一起交出去。但如果你以為做到這裡就夠了，恰恰容易在下一步栽跟頭。如果低頭有底線，機會又遲遲沒有出現，一個人到底應該怎麼等？難道什麼都不做，真的就能等來自己的時運嗎？這時候就必須重新回到《寒窯賦》原文，因為他說天不得時，日月無光，地不得時，草木不生。可他真正想提醒我們的，不是讓人坐在那裡等命，而是讓你看清，有些時候暫時不贏，本身就是一種選擇。《寒窯賦》裡還有一句話：天不得時，日月無光，地不得時，草木不生，水不得時，風浪不平，人不得時，利運不通。你認識一個做生意的人，40多歲，原來在縣城開了10幾年的店，後來行業突然變了，店裡的客人越來越少，房租卻一分不少，最後他還是把店關了。剛開始，身邊的人都覺得他應該馬上重新創業，有人給他介紹加盟店、餐飲店、直播帶貨，甚至有人直接告訴他，現在年輕人都在賺錢，你不能再等了。可他沒有急着做任何事情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家裡的生活成本降下來。第二件事情，他開始保住現金流。他沒有把最後的錢拿去賭一個所謂的風口，而是找了一份收入不高的工作，先讓家裡的基本生活有保障。有人笑他，以前好歹也是老板，現在給別人打工，他沒有解釋，因為他很清楚，低谷時期最值錢的東西不是面子，而是時間。只要每個月還有一點收入，他就不用為了還債，逼自己去做一個錯誤的決定。第三件事情，他開始學習新的能力。他沒有一天到晚收藏課程，也沒有到處參加所謂的成功學培訓，而是專門研究過去自己完全不懂的東西，線上銷售、短視頻、同城流量、人工智能工具，還有现在消費者到底是怎麼做決定的。他每天晚上回家以後，花2個小時研究。剛開始沒有任何回報，半年沒有變化，1年也沒有什麼變化。身邊的人越來越覺得他沒出息。以前那些和他一起做生意的人，有人重新開店，有人加盟品牌，有人借錢創業，有人1年賺了不少錢，專門在朋友圈發照片。只有他好像一直在往後退。可2年以後，情況突然變了。他沒有重新開過去那種傳統門店，而是把自己過去10幾年的行業經驗，加上這1、2年學到的新方法，做起了線上獲客和同城服務。別人還在研究怎麼把過去的生意救回來，他已經開始用新的方式做原來的事情。後來有人問他，你當時為什麼沒有急着重新創業？他笑了一下，說了一句很簡單的話，因為我知道自己当時最缺的不是項目，是時间。寒窯賦說人不得时，利運不通，不是告訴你時運不好就什麼都別做，而是提醒你，有些階段你努力的目的不是立刻贏，而是不要讓自己輸光。低谷時期最重要的不是立刻翻盘，而是給自己留下重新選擇的時间。钱還有一點，身體還在，能力還在，判斷力還在，你就還有選擇。只要還有選擇，就不必為了眼前的一次失敗，把未来也一起壓進去。真正聰明的等待，從來不是躺在原地等風來，而是在風還沒有來的時候，把自己的船修好。因為真正的蟄伏，不是停止前進，而是暫時不再用蠻力撞牆。但真正讓人後悔的，往往不是沒有機會，而是機會来了以後判斷錯了。如果等了很久，機會終於來了，是不是就一定應該抓住？這個問題，下一段就可以直接接一句古話，
進入一個更強的反轉。時來風送滕王閣，運去雷轟見福碑。古人有一句話說得很有意思，時來風送滕王閣，運去雷轟見福碑。有些時候，一個人賺錢真的會讓你產生一種錯覺，好像自己終於找到了人生的答案。你還記得那個做雪花烙的朋友嗎？前年夏天，你第一次去看他的時候，店門口排隊的人已經拐到了街角。一台機器，幾種口味，幾塊錢一杯。他一個人忙得滿頭大汗，收錢、裝杯、加料，手幾乎沒有停過。你站在旁邊看了半天，忍不住問他，一個夏天真能賺這麼多？他擦了擦額頭上的汗，笑着說，現在年輕人就吃這一套，成本低，賣得快，只要位置好，肯定能賺錢。那天晚上你回家的路上，第一次認真想了一件事，要不我也把服装店關了。你甚至已經開始算賬，一台機器多少錢，一個月房租多少，一天賣多少杯能回本。可你最後還是沒有做，不是因為你看不上這個生意，恰恰相反，是因為你覺得自己終於看見了一個機會。可1年以後，你再次經過那條街的時候，發現情況已經完全不一樣了。原來排隊的雪花烙店門口冷冷清清，對面新開了一家奶茶店，隔壁又開了一家，同一條街上已經出現了好幾個更大的品牌。你那個朋友還在店裡，只是以前他忙着做飲料，現在忙着做促銷，第2杯半價，滿10送5，買奶茶送雪花烙。你進去的時候，他正在手機上改價格。你問他最近怎麼樣，他頭也沒抬，還能怎麼樣？大家都在想。你又問，那你去年不是賺得挺好嗎？他沉默了一會兒，說去年是去年。然後他抬起頭看着你笑了一下，我去年還以為自己找到了一條路，今年才知道那可能只是風吹過来了。你听完这句話也沒再接話，因為你突然發現，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沒有抓住機會，而是機會來的時候，你把它誤認為自己的能力。風來的時候，很多人都會覺得自己終於找對了方向，可風一停，你才知道究竟是你會飛，還是風把你吹到了天上。這句話和韓堯賦所說的時運其實指向同一個問題，機會來的時候，人很容易把順勢誤認為自己的能力。有時候不是你突然變厲害了，而是時勢剛好把你送到了一個順風的位置。所以真正成熟的人看到機會時，不會先問這個能賺多少錢，他會先問這個機會究竟是不是我的。真正的高手不是什麼機會都抓，而是知道哪些機會即使擺在面前也不屬於自己。可問題來了，如果機會來了，你怎麼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你的機會？古人還有一句話說得更直接，得時則駕，不得時則蓬淚而行。意思很簡單，時機來了就往前走，時機沒到就先把自己留下來。可現實裡，很多人恰恰是在機會出現的时候最容易犯錯。你認識一個40多歲的男人，公司裁員以後在家待了幾個月。有一天，老朋友突然給他打電話，哥，現在有個項目特別火，我已經賺了幾十萬，你趕緊進來。晚上他坐在電腦前看着朋友發來的收益截圖，10萬、20萬、30萬，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因為他手裡剛好還有20万積蓄。那一刻他腦子裡想的已經不是項目本身，而是另外一幅畫面，如果這20萬投進去半年以後翻1倍呢？第二天他甚至已經準備把錢轉過去，可就在出門之前，他看見妻子坐在餐桌旁，正在給孩子算下學期的學費、房貸、水電、老人、孩子，一張张賬單攤在那裡。他突然停住了，手機又響了，朋友發來一句話，機會就這幾個月，錯過就沒了。他沒有馬上回復，這是他第一次認真問自己，第一，這真的是我的機會嗎？別人能賺不代表自己也能賺，別人的優勢、資源、渠道、經驗你可能一樣都沒有。第二，我有沒有能力接住？因為機會不是禮物，機會更像一張考卷，它擺在你面前，不是問你想不想要，而是問你有沒有能力把它做對。第三，
如果我錯了，最壞的結果是什麼？如果只是少賺一點，當然可以試。可如果失敗以後，房貸還不上，孩子學費沒有着落，連下一次重新開始的錢都沒有了呢？那就不是試錯，那是在拿自己的人生下注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疑問，如果这一次失敗，我還能不能重新開始？這個男人盯着手機看了很久，最後沒有轉賬。朋友後來賺到了錢，還發消息笑他，你又錯過了。他沒有解釋，因為有些機會錯過只是少賺一次，可有些機會一旦押錯，你失去的不是錢，而是下一次選擇的資格。所以真正成熟的人面對機會，不会只問我能賺多少，他還會問，這是我的機會嗎？我接得住嗎？我輸得起嗎？輸了以後我還能不能重新開始？任何讓你輸不起的機會都不值得你孤注一掷。有時候真正的清醒，不是抓住每一次机会，而是知道哪些机会值得下注，哪些机会必須放棄。更重要的是，任何一次選擇之後，都要給自己留下重新開始的餘地。可歷史上那些真正改变命運的人，他們又是怎麼面對這個十字的？下一段我們看看諸葛亮、項羽和劉邦。前面我們一直在說普通人如何面对事，可真正的問題是，連歷史上最厲害的人也繞不過去。諸葛亮、項羽、劉邦給出了3種完全不同的答案。如果用3個字來概括，我會說諸葛亮等，項羽該變未變，劉邦戒。相傳諸葛亮躬耕隆中，直到劉備3顧茅廬，他才真正進入政治舞台。真正的等待，不是等別人發現你，而是在沒人看見你的時候，先把自己準備好。再看項羽，巨鹿之戰時，他率軍破釜沉舟，以少勝多，一戰震動天下。那時候勇猛就是他的武器。可後來天下進入另一場較量，他依然相信手裡的那把刀。鴻門宴上，他放走劉邦，垓下被圍，他依然選擇正面拼殺。最後吳江邊上，他看着滾滾江水，說出了無顏見江東父老。他曾經靠勇猛贏過，也因此更容易相信自己熟悉的那套勝法。一個人最大的危險，是拿過去的成功去解決已經改變的問題。而劉邦不一樣，他不會打仗，就讓韓信打；不會治理後勤，就讓蕭何管；不會謀劃天下，就讓張良謀。他自己未必是最強的，卻知道誰最適合做什麼。真正的高手，不是什麼都會，而是知道自己不會什麼。所以3個人站在不同的人生路口，給出了3個答案：諸葛亮等，項羽該變未變，劉邦戒。等是因為時機未到，該變未變是因為執念，戒是因為一個人的力量終究有限。可如果把《寒窯賦》讀到這裡，你會發現一個更大的反轉。他表面上一直在講時運，真正講的卻不是命，而是一個人在不得時的時候，究竟還能不能守住自己。下一段我們就回到《寒窯賦》最殘酷的一層，人在命運最低處，真正不能丟掉的到底是什麼？《寒窯賦》裡有一句話：人生在世，富貴不可盡用，貧賤不可自欺。真正到了人生低谷，你才會明白，這句話不是說給那些一直順風順水的人聽的，而是說給那些突然失去工作、失去收入、失去位置的人听的。你可能昨天還是公司的主管，今天就成了被裁掉的人；昨天還在店裡招呼客人，今天卻只能把卷簾門慢慢拉下來；昨天別人還誇你有本事，今天你連朋友的飯局都不太敢參加。這個時候，人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急着翻身。可真正危險的恰恰是太急，因為人在低谷的時候最容易把最後的籌碼一次性壓出去。第一樣要守住的是錢，不是讓你發財，而是給自己留時間。能省的就省，能不借的就不借，能降低的生活成本就降低。你手裡的錢越能撐得久，
你就越不用為了下個月的房租，今天就衝進一個自己根本不了解的項目。錢在低谷時最大的作用，不是讓你過得多好，而是讓你還能等。第二樣要守住的是身體，不是讓你突然開始研究養生，而是別把自己的行動能力耗光。很多人失業以後，白天睡覺，晚上刷手機，越想越焦慮，越焦慮越不想動。幾個月過去，丟掉的已經不只是工作，還有精力和狀態。你可以暫時停下來，但不能讓自己徹底停擺，因為機會真的出現時，你至少還要有力氣站起来。第三樣是能力。過去的能力如果已經不適應今天的環境，就去補新的東西。一個做了10幾年線下生意的人，可以學線上獲客；一個被裁掉的老員工，可以重新學習新的工具和方法。你不需要馬上变得多厲害，只要讓自己一直保留一项能夠換来下一次机會的本事。因為机会来的时候，最怕的不是你沒等到，而是你終於等到了，卻接不住。可還有一樣東西，比錢、身體和能力更重要，那就是判斷力。人在低谷的时候，最容易着急。別人說有個項目賺錢，你想衝；別人說某個行業是風口，你想跟；別人說3個月翻身，你恨不得明天就開始。因為你太想離開現在的處境，所以任何看起來能夠讓你翻身的東西都會顯得格外誘人。可錢沒了可以再賺，工作沒了可以再找，能力不夠可以再學，判斷力一旦丟了，就可能在一個錯誤之後繼續做第2個錯誤、第3個錯誤。所以人在低谷的時候，不要天天問自己，我什麼時候才能贏？先問一句，我還能保留多少選擇？低谷時期最重要的不是讓自己立刻贏，而是讓自己始終有下一張牌。韓堯賦說，有人先貧後富，有人老來落魄，這些事誰也說不準。今天的處境不一定就是你最後的結局。你現在走得慢一點沒有關係，暫時輸一局也沒有關係，甚至別人覺得你已經不行了也沒有關係。只要錢還沒有耗光，身體還撐得住，能力還在增長，判斷力還沒有丟，你就還有下一次選擇。所以低谷時期真正要守住的，不只是錢、身體、能力和判斷力，更是選擇權。因為只要選擇權還在，今天的失敗就還不是結局。人在低谷時最大的資本，不是你現在擁有多少，而是你還剩下多少選擇。韓堯賦寫到最後，真正留下的其實不是一個認命的答案，而是一種面對命運的態度。你可以承認人生確實有時運，可以承認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一定有結果，也可以承認有時候別人就是比你早一步遇到了機会。但承認命運不等於向命運投降。真正的向命低頭，不是接受自己永遠不行，而是接受此刻的自己還沒有贏。還記得開頭那個問題嗎？人這一生到底是靠自己還是靠命？讀完韓堯賦，你會發現這個問題其實問錯了。人生當然有時運，但真正決定一個人能不能走出低谷的，不只是命運什麼時候轉彎，而是命運沒有轉彎的時候，你還能為自己守住多少東西。守住現金流，守住身體，守住能力，守住判斷力，更要守住重新選擇的資格。所以真正的破局不是逼自己馬上贏，而是在風還沒有來的時候，先把自己的船修好。該低頭時先保住自己，該抬頭時抓住機會。順勢而行不等於認命，逆境蟄伏也不等於屈服。如果你現在也正處在人生低谷，希望這段話能給你一點力量。時運未到不等於人生無路，暫時沒有結果也不等於你沒有價值。如果你也正在等待下一次機會，可以在評論區留下一句，守住自己，等風來。如果你喜歡這種從古書裡尋找現實答案的內容，記得關注清醒破局。因為人生真正的破局，不是從此再也遇不到風雨，
而是風雨來的時候，你依然知道自己該往哪裡走。